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封建社会，一度流行裹小脚的畸形审美，认为女子小脚才是好看的，才是有福气的。现如今时代潮流变了，社会变得更为开放，大脚和小脚的女性都不在少数。站在相学的角度来看，脚小和脚大的女人拥有完全不同的运势。下面大佬就带大家来具体了解一下，女人脚小好还是脚大有福。一、脚大的人命运如何？一、事业稳固。女人脚生的大，会脚踏实地，能够稳稳地站立在社会中。有这种脚相的女人，小时候学习不一定拔尖儿，但是基础打得牢固，学习技术也是踏踏实实，在工作中兢兢业业，相当勤劳，事业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固的。而且脚大的女人心安定，不喜欢漂泊的生活，所以换工作的几率很低。二、官运亨通。大部分强势的女人观其体态仪表，都会发现脚并不是很小。脚大而脚长肉厚的女人眼光独到，并且目光长远，不会局限于当下和狭隘的利益，懂得大是大非，在做决策上非常有条理性和震慑力。因此如果在官场上打拼，会很有成就，官运亨通。尤其在中年时期，可以在官场上叱咤风云。三、财源不断。女人的脚掌很大，但是脚背肉多，捏起来感觉很柔软。有这种脚相的女人外柔内刚，在人际关系方面处理得得心应手，颇有人缘。年轻的时候多辛苦打拼，到中年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人脉，事业运和财运会一路飙升，财源不断，而且贵人运很好，经常有贵人帮助。四、感情稳固。脚大的女人比较理智，成熟得很早，但是容易陷入早恋当中。如果年少的时候没有得到比较好的感情引导，会因为早恋荒废学业。脚趾长而稍微弯曲的女人桃花运旺盛，性格多男性化，会有很多异性追求。大部分女人能够保持理智，婚后感情稳固，生活恬淡，极少有波折。五、生活劳碌。女人如果脚大，脾气是比较倔的，不太会撒娇，没有小女人的性格，大多数眼光不太好，选择的男人几乎都比较懒惰，或者人品比较差，所以婚后要背负的责任比较多，生活劳累而辛苦。好在晚年能够苦尽甘来，夫妻关系和谐，子女孝顺，福运鸿运极多。二、脚小的人命运如何？一、抠门小气。脚小的女人心眼有些小，报复心很强，喜欢在小事上斤斤计较。她们善于精打细算，一点亏都不能吃，而且对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，绝对要狠狠打击报复。这类女人做事目光短浅，而且功利心很强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着很强的目的性，而且她们感情冷漠，没有同情心和慈悲心，看到处于困境中的人会显得极为冷漠。这类女人六亲关系浅薄，身边也没有知心之交，到了晚年的时候会显得极为凄惨和可怜，甚至还会落入没钱花的困境中。二、贫寒艰辛。脚小的女人生活贫寒艰辛，是天生的命苦之人，她们综合运势低迷惨淡，总是会无缘无故遇到倒霉的事情，工作上会遭受很多小人的打压，处境很糟糕，很难在一个公司长久干下去。财运上虽然收入还算可以，但时不时就会遇到破财事件，很难积累到可观的财富。感情上他们容易遇到渣男，婚姻生活中矛盾重重，还有可能遭遇家暴事件。健康上，这类女性精神状况很差，到了中年之时，可能会出现很多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疾病。三、脚大和脚小哪种最有福？在面相学中，足以端正、圆润宽厚、细腻柔软为最佳，所以并不是只看脚大或脚小，
就能了解一个人是否有福气的。具体还要结合整体的特征来看。一、脚大厚实者坚毅乐观，能吃苦耐劳。脚大而脚背厚实的女人性格大多坚毅乐观，对于一些小事很少会斤斤计较，为人大方豁达。也是因为这种不在乎吃小亏的脾气，所以他们在人际交往上很有手腕，往往能收获好人缘，不仅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，还能帮助提升丈夫的事业人缘。而且这样的女人在家庭生活中是特别能吃苦的，能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能跟着丈夫一起打拼事业。不管是自己经商还是在外务工，都非常能吃苦耐劳，是不可多得的贤内助。二、脚大而圆润者，婚姻稳定，儿女双全。在面相学中，脚大而圆润柔软的女人一般有很好的姻缘，因为她们心胸开阔，为人乐观，好相处，与她们相处会让人觉得非常舒服，会有很不错的异性缘。而她们踏实的性格不会中意那些虚有的外表和物质条件，一个同样憨厚温暖可靠的人反而更能得到他们的青睐，能和伴侣相互扶持，相亲相爱，婚姻生活和谐美满，子孙运很好，老了能有子孙帮扶，能安养天年。三、脚大而坚实者，身体健康，寿命长。在中医中是非常注重脚部的保养的，比如泡脚。足浴这一养生传统沿袭了上千年，对于脚的保养就像是在保护人的第二个心脏。尤其是到了老年，脚部保养的作用就更明显。脚大而坚实的女人一般都身体健康，寿命长，因为脚部分布着大量的毛细血管，有利于人体的血液循环，能保障人体脾脏功能的运行。另外，足踏土地接着地气，最容易受到阴气的侵扰。脚薄而瘦小的人一般身体比较羸弱，抵抗力也较差，经常容易生病，所以脚大的人也是有福气的。四、脚大而骨瘦无肉者，福气薄。现代人追求骨感美，但在面相学中，脚大但是骨瘦无肉一般被认为是福气薄的象征。因为面相学中认为骨为阳，肉为阴，所以脚应该丰隆耸起，骨瘦孤露在外，干瘪无肉，则俗而不贵。这样的女人很难把握住福气，比较奔波于红尘俗事，受外界的阻碍较多，追求个人精神世界的圆满，性格坚毅，也比较固执，不容易满足。五、小的脚趾。和其他人相比，脚趾比较小并且肉嘟嘟的女性，通常都是比较会享受生活，是懂得生活的人。这类女人都是比较聪明的，可能是社会的精英白领，或者拥有着一份不错的职业。她们的头脑会帮助她们赚钱，以达到她们想要的理想生活状态。而同时，这类女人的婚姻生活也是比较幸福美满的。六、脚掌很小，但是脚趾又很长。这样的女人通常是非常典型的贤妻良母，虽然性格天生老实，却不是没有头脑，同样也是聪慧的代表。她们不需要依仗任何人，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出一片美好的未来。七、脚掌小，同时脚心凹陷。这类人头脑不算聪明，但是生命里总是不会缺少贵人的帮助，甚至可以飞黄腾达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命运很好，总是可以嫁给好的夫家，是很有远见的人，可以说是踩在了金山之上。八、脚小，但是脚趾缝大。和手指缝大不同，脚趾缝大是我们俗称的钱眼儿，可以聚财。这类人属于天生的佼佼者，出身一般都很好，一生更是财源不断。以上就是脚小的女人的命理，不信的话可以偷偷观察你身边的人。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是会注意到自己的脚部的，经常都会做保养，有的时候会修脚，有的时候会泡脚，而有的女孩是脚部很大，
这样的女孩是性格很好，她们的身体方面也是很好的，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更是很有福气的。最后提醒大家还要注意一点，脚是人身体的第二心脏，因此不论你的脚相如何，平时都要做好保养，比如经常修脚、泡脚等等。好了，今天是手相看命、面相看命，还有脚看命运之说。虽然很少人会去注意脚相一说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脚相看出你这一生是富贵还是贫穷。下面大佬就来给大家具体讲讲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脚心内凹，较细内凹指的是足弓较为的明显，此种脚相属于比较富贵的脚相。这种脚相的人大多出身较好，家庭背景雄厚，家中能够为其提供比较优越的环境和帮助，而且资质出众，做事也比较努力，事业和财运都比较顺利。而若是脚长得比较平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想法非常的不切实际，而且做事也非常的草率和粗心，事业和生活中阻碍较多。二、脚下有悬纹，如果脚底长有悬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气质和才华，而且眼光独到，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，也很善于表现自己，气质比较出众，很受异性的追捧和喜欢，而且做事周到，能够处理好与周围人和领导上司的关系，人际关系非常好。遇到困难时，总会有贵人出手相助，事业发展较好。天生属于那种做大事的人，最终名利双收，能够获得不错的天赋和名望。三、脚底有黑痣，脚底黑痣在相学中属于代表着财富和权势的极致。正所谓脚踏一星长千兵，脚踏七星皇帝命。如果脚底长黑痣的话，代表着财源滚滚之意。而且这种人有着很强的领导力，身边容易得到他们的协助，头脑聪明，志向远大，往往在某一方有着特殊的天赋和成就，经商能够富甲一方，为官则可以登进高雅之堂，一生非富即贵。四、脚部生有细软毛发，如果脚底上生有一些细软的毛发的话，这种体相的人一般是非常少见的。不过根据毛发的质地不同，其命运特征也不尽相同。如果脚底长得毛发细软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努力，意志力坚韧，只要树立目标，就会全力以赴去达成，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。如果脚底毛发长得较为粗硬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刚直，脾气不好，做事也是粗心大意，做事比较冲动，缺乏合作意识，也很难得到上司的器重，没有什么财富。脚下成根，所谓的脚下成根，指的是脚跟长得厚大而明显，代表着根基较稳。这种人一般做事非常的踏实稳重，不喜欢投机取巧，行动力非常强，而且重视信用，言必行，行必果，待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厚道，容易得到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帮助，事业和财运非常出色，能够惠及子孙，而且知恩图报，自己富不算富，还能带动身边的亲人朋友一起致富，婚后家庭富贵而幸福。六、脚小而厚，较小指的是脚型不大，但双脚如果长得厚实饱满的话，也为吉相。这种人在相学中也称为贵人脚，身边的贵人较多，经常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提携，遇到挫折时总是能够逢凶化吉，事业和工作方面也比较的顺利。这种人大多心态平和，遇事不慌乱，而且做事踏实，不喜欢急功近利，个人能力也比较强，善于积蓄钱财，一生财运旺盛，容易大富大贵。七、脚心纹多，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纹理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优良，有福有作为，智慧的高低，脚底的纹路越多，其人命越好，越有福气。尤其是出现一些特殊的纹理，如脚底有3条纵而伸长的纹，称为三侧纹。有此相的人既有福气，又有食禄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再就是状如麦穗的纹理，也代表其可食禄万中，福分很大。八、脚下有悬纹，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悬纹指的是脚心纹路呈现漩涡形或水波形，有旋转的趋势。假如脚心有悬纹，其人在名利场上往往容易取得较大的成就，如从事演艺等面向公众的工作事业，财富依靠名气而稳步上升，是求名求利的富贵之人。假如脚底下有纹，如同大树或者花草状，也属于积财无数的富人。九、脚纹是竖的，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人的脚纹倘若一天到晚奔波劳碌，他的脚纹一定是横的，不会是竖的。
因为树的纹路代表赚的钱很轻易的就会得来。倘若在树的纹路上出现痣，那会更好命。10. 脚底无脚纹。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脚长短而硬，厚而弯，脚底无脚纹的人运势通常都不怎样好。脚长小而厚，长而软，脚纹多，脚面常有毛，这些都是富贵的象征。脚小而厚是指脚掌虽然较小，但是双脚饱满厚实。有这种双脚的朋友，尤其是女士朋友，是像学中所说的贵人脚。在工作生活中，往往机遇和贵人常常出现在大家身边，因此工作比较顺心，即使有困阻，也会迎刃而解。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，财运旺盛。11. 脚底十字纹。足底十字纹多，都如一个个十字的话，就和脑力有关。所以有十字纹的人，大多能够从事这些比你复杂精细的计算性的工作。有关于专业的财务范畴，包括市场营销筹划，擅长动脑筋去剖析数据的，包括计算机编程等等。十字纹加上合适的行业，大多让你人生会获得较高的成就。十字纹也是善纹，只是你要找对方向。12. 脚底关纹。所谓的关纹，就是我们把足底比喻为乌龟，我们看这个足底有没有龟壳上的纹路，就是井字格，上下左右间距比拟平均，相似于井字，这种称为贵纹。当然脚底下也是贵纹。普通所谓的官纹，就是能执掌管理职权，大多这类人性格上比你儒雅，待人接物比你得体，知进退，能发挥本人的一些管理程度才能获得位置。13. 脚底一纹。所谓的一纹，能够了解为人字纹。当人字纹呈现在脚底的话，有2个特性。第一个特性，合适背井离乡去开展，要留意抓住外援的时机。小到背井离乡去外省兴旺的城市，大到去国外留学，以致在国外定居，那么对人生都有比你大的一些协助利益。第2点，假如足底有一纹的话，比你合适武职，处履历活，也能够是高科技的军工行业。14. 希腊脚。希腊脚的主要特征是第2脚趾比大脚趾更长，这类人性格开朗，精力充沛，而且富有上进心。他们属于那种果断勇敢的人，遇事沉着冷静，有着顽强的意志力，只要认定了目标，就会选择全力以赴。再加上他们的先天运势不错，经过后期的努力，往往能取得成功。15. 埃及脚。埃及脚属于比较常见的脚型，其特征是脚趾头从大拇脚趾一直到小脚趾的长度依次递减，形成了一种排列有序的规律。这类人的性格十分豪爽，心胸比较开阔，人缘不错，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事业上都可以混得风生水起。埃及脚的人还擅长把握时机，总是能抓住机遇，洞察力非常强。16. 罗马脚。罗马脚也是较为常见的，这种脚型的表现为脚趾头的长度很接近。罗马脚的人志向远大，独具慧眼，而且头脑十分灵活，他们从来不会按部就班，总是有自己的想法。这类人的吃苦能力也很强，愿意在事业上付出，在经历了不懈的奋斗之后，他们终将在事业上成就一番伟业。17. 白玉脚。白玉脚顾名思义，其主要特征就是皮肤十分白皙细嫩，同时脚板很厚实。这类人从小就出生在富贵的家庭，自幼生活就十分富足，长大后也不缺少钱财。他们的性格非常和善，总是很温和，待人也很亲厚，人缘不错，遇到困难也总有人相助。18. 扁平足。扁平足是一种畸形的足，指足弓过少或者一点足弓都没有的。这种人虽然走路之类的不方便，脚也不甚美观，但是他们的一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霉运，但是反过他们一生也不会有多大的好运，也就是说一生运气平顺，没有大起大落，也算是富贵命。19. 足弓高。拥有高足弓的人命运通常会较好，在各个方面事事都能够顺心如意。这种足弓的特征往往反映了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命运走向，他们可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，同时也享有丰盛的人生。这样的人通常具备出色的运势，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。他们可能轻松攀升职业阶梯，得到社会的认可。这种足弓的特征往往象征着财富、地位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随之而来。人际关系方面，这种足弓的人也通常能够保持良好的人缘，他们的亲和力和社交能力使得他们在社交场合中能够游刃有余，朋友们愿意亲近他们，因为他们展现出的积极、乐观的态度让人感到愉悦。然而，
如果足弓的高度过于显著，超越了一般的范围，这可能带来一些不同的影响。虽然在事业上，这样的人可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，轻而易举地攀升到高位，但日常生活中可能因为高姿态而导致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。这种足弓的人可能被认为过于高傲或疏远，使得别人不太愿意与他们交朋友。这可能源于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，使得他们在日常交往中难以保持平易近人的形象，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孤独感，因为人际关系的质量显著影响了生活的丰富度和幸福感。因此，尽管足弓高可能带来事业上的成功，但也需要在平衡事业和人际关系之间找到合适的方法，以确保全面的幸福和成就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运势相学是通过分析相貌特征来评判一个人性格命运的传统学问，而在相学中不仅有手相算命、面相算命，还有脚相算命之说。从相学的角度来讲，脚相能够看得出一个人的福祸吉凶。之前就有朋友留言问我什么样的足相好，为了大家方便，今天小编就总结了相关内容，带大家从脚分析各自一生运势，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比了解。一、看脚的外形，脚掌小而厚，长而软，脚纹多，脚面长有毛，这些都是富贵特征。脚小而厚是脚趾掌虽然较小，但是双脚饱满厚实。有这种双脚的朋友，特别是女士朋友，是相学中所说的贵人脚。在工作生活中，往往有机遇和贵人常常出现在大家身边，因此工作比较顺心，即使有困阻也会迎刃而解。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，财运旺运。脚掌短而硬，厚而弯，脚底无脚纹的人运势通常都不怎么好。脚底高高弓起，脚趾一样长，脚趾黑心，这种人的职位都很高。脚底薄而长的人子媳少，通常也比较无情。脚底薄而长虽然指的是双脚虽然比较宽大，但是厚度薄。有这种双脚的朋友，往往在财运和名望上有所破损，在工作生活中往往会因为自身做事而大手大脚，出现很多过错，并且在消费时也容易因为消费透支而入不敷出，因此要提高警惕。脚趾头细长者有责任感，忠诚度也够。脚趾头圆圆的这种人命很好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。脚趾头呈尖形，这种人是典型的凯子，属于火山孝子型。脚底平板即所称的扁平足，一生命势平顺，但亲子关系要注意。脚下如平板是指脚底板过平，没有明显的脚心和脚后跟的凹凸。这类朋友往往做事过于乐观主义或者虚幻主义，不能脚踏实地的做事，因此往往更容易在事业上有失败的可能。财运方面也会随之滑落较大，容易产生经济拮据的状况，应该值得注意。脚的中指特长的人是所谓的劳碌命，一生奔波，客死他乡。脚底有黑痣的人一马通常很重，有很多机会云游四海或者出外旅游。足下有黑痣主要是指足底脚心处有黑痣的出现，这种黑痣一般越大越黑越亮越好。足下有黑痣在相学中是财富和美食的象征，寓意着这个人不仅财力丰富，更是有位口福的美食家，生活上安逸富足，是大家眼中的大财主。脚的食指高过于大拇指，是一个体力充沛、聪明绝顶的人。脚指甲特大，代表此人个性固执，脾气暴躁，有领导或者占有欲。二、看脚如何走路。一、君子走路。正所谓君子坦荡荡，众人君子走路一定昂首阔步，腰身端正，胸膛笔挺，走起路来四平八稳，步伐稳重。这种人心中无愧，心无杂念。二、小人走路亦有云，小人常戚戚，艰险之人走路定会鬼鬼祟祟。以下是一些艰险之人的走路方式：脚跟离地，头先过，走起路来摇摇欲坠，步履漂浮。这种人诡计多端，无时无刻不在算计得失，不得不防。三、左右摇摆，坐要稳如泰山，即摇席动身。所谓树摇叶落，人摇福薄，有这些小动作的人难免轻浮，亦较没耐性。四、左脚踏右脚，思前想后。翘脚时喜欢以左脚踏上右脚的人，凡事喜欢思前想后，有很多想法却显于付诸行动。
5. 右脚踏左脚，行动多多，翘脚时喜欢以右脚踏在左脚之上，属于行动型，凡事喜欢主动出击，但亦因此容易经常撞板，为人独立自主，即使临老无依亦不是问题，他们能够独自精彩。3. 脚下无纹理，脚下的纹理主要是指脚心的部分纹理，如果脚下无纹理，会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名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，如绯闻、流言、是非等，不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，财运也会受到其影响而有所破损。4. 脚下生根，所谓脚下生根是指双脚脚跟明显，脚下生根的朋友不仅是自身的财运旺盛，并且子孙亲戚的财运往往都是比较不错的，因此在工作中更容易得到家人和朋友的帮助，财运也会随之上升，家庭安康幸福。5. 脚下旋纹，旋纹是指脚心纹路呈现漩涡形或者水波形，有旋转的趋势。如果脚心旋纹的朋友们在名利场上往往容易取得较大成就，如果能够从事媒体、影视等面向公众的工作，往往会有被大家所认识的机会，财富依靠名气而稳步上升，是名利双收的类型。6. 脚下荣归，脚下荣归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说法，其实主要就是脚心深凹，与脚跟形成明显的凹凸。这类朋友在相学中是大富之人的象征，往往不仅从家庭实力背景，还是个人财力都是被他人所羡慕的，是大家眼中的富甲一方，财运运势强盛。7. 脚上多毛，脚上多毛通常是指在脚背上有毛发生成，但是脚上多毛要根据毛发的粗细、软硬而各有不同。如果脚上多毛并且脚毛细软，该人士在财运上很有起色，通过自身努力和朋友的协助，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绩。反而如果脚毛粗而硬，则往往该人士经历的坎坷和失败较多，在财运上也往往容易有破财的危险，因此需要提高注意。8. 脚向其他，有一些朋友的脚跟很明显的人，这样的人自身财运很旺盛，连同身边的亲戚朋友的财运也会跟着不错。如果在工作中家人会支持与帮助，那么财运更好。脚下有漩涡状的纹路，这种人在名利场上会有很大的成就，这种人比较适合从事媒体与影视方面的工作，这样财富也会跟着名利而不断上升。脚长丰正广大，细腻柔软，是大贵相，脚下的纹理呈圆形，像眼睛一样，会福及子孙，脚下的纹理呈螺旋状，说明此人有很好的名声。此外，足下有龟纹，是个清正廉洁的大官，足下有禽纹，可离祖创业，高官俸禄。足纹像花束形状，会存大笔财富。足纹像锦绣一样漂亮，主富贵。足纹似剪刀状，则是不显山不漏水的富人。足纹似人形，说明是巨富。如果双脚的脚板没有明显的脚心和脚跟，这种人做事往往较乐观，但是做起事来往往不能脚踏实地，在事业上成功的机会也不会很大，所以财运也会走下坡路。对于脚心深凹的人，有这种脚的人都是大富之人，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个人财力，都是他人所不能比的。这类人财富旺盛。有些人的脚小而饱满，特别是女士，这种脚就是所谓的贵人脚。这种人的机遇往往不错，还有时会经常有贵人帮助，所以这种人的生活很好，衣食无忧，财运滚滚。此外，在相学的古书上提到了足有9忌： 1. 侧，重心不稳，影响所及，表示不能够受他人尊重。 2. 肩，重心前倾，影响层面如勇气不足，遇事愈懦弱。 3. 跛，脚踏无力，表示不能吃苦耐劳。 4. 瘦，缺乏重力，表示聪明有余，智慧不足，不免奔波劳苦。 5. 枯，脚无肉，屡见青筋，容易随口答应他人，说话不算数。 6. 短，上重下轻，影响所致，表示差强人意，缺少长辈助力。 7. 小，迈步艰难，加倍努力，没有清楚目标与坚持耐力。 8. 粗，纹路非常粗深，显得性情大大咧咧，个性鲁莽，易闯祸。 9. 硬，皮层过于厚硬，容易择善固执，也容易被他人利用。当然，除了这些，我们从脚的形状也能够看得出一个人是享福命还是劳碌命。但因为时间问题，小编今天先不为大家讲了，之后小编专门出一期节目为大家讲解分析。如果大家对我今天所讲的有什么不懂的，也可以提问，小编会尽最大的可能为大家分析解答的。
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。不仅是手相看命、面相看命，还有脚看命运之说。虽然很少人会去注意脚相一说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脚相看出你这一生是富贵还是贫穷。下面大佬就来给大家具体讲讲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脚趾圆润。如果一个人的脚趾头长得圆润饱满，脚指甲呈圆形且指甲长得平滑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出身比较好，从小家境就比较优越，不会吃很多的苦头，也不会干一些体力较重的活，从小养尊处优，学习和生活方面都比较顺利，几乎没有太大的波折。女人长有这种脚相的话，属于十足的少奶奶命，能够嫁到富贵人家，一生享福又得宠。男人长有这种脚相，贵人多，事业上常有贵人相助，事业发展好，金钱挣得多。二、脚心纹多。脚心处的纹理状况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和福气。如果一个人的脚心处纹路较多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命非常好，而且智慧比较高，非常有能力，在事业上能够有一番作为。如果脚心处出现3条深长的竖纹的话，这条纹属于一条非常特殊的纹路，在相学中称为3侧纹。长有此纹的人往往能成大事，工作也比较好，识路能力非常强。若是脚心长有状如麦穗的纹路的话，这种人挣钱能力也非常强，一生享不完的富贵。3、脚底有痣。脚底长痣是一种非常吉利的象征，正所谓脚踩一星，可长千兵，尤其是黑痣，这颗痣长得越黑亮，个头越大，命越好，代表着财力丰厚，很有口福。这种人大多生活非常安逸，挣钱比较轻松，是众人眼里出了名的有钱人。而若是脚底生有红色的痣的话，这种人称为旺人痣。长有此痣的话，不仅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比较顺利，还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好运和财富，大家一起发财。4、脚跟大而明显。如果脚后跟长得比较厚大明显的话，在相学中称为脚下生根。脚支撑着人的身体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承担力和行动力。脚下生根是一种好命的象征，代表着这种人行事稳重，做事非常踏实，做任何事都是稳扎稳打，做事非常靠谱，而且乐于帮助他人。当自己遇到困难时，也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援。不仅自身的财运很旺，周围的亲朋好友大多也都是有钱人，赚钱比较轻松，家庭幸福安康。5、脚背丰厚有肉。如果一个人的脚背长得丰厚有肉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大多性格非常单纯和简单，也没有什么心眼儿，性格属于非常乐观的类型，心里不装事儿，也不知操心，人际关系非常好，别人也乐于与他们做朋友，经常有好运降临，遇到困难时常有贵人出手相助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工作和生活方面一直都比较顺心，财运旺盛。这种人放在古代，不是千金小姐，也是谁家的公子哥。6、脚弓明显。所谓的脚弓明显，主要指的是脚心处深凹比较明显，脚心与脚跟之间有着明显的凹凸特征。这种脚相的人一般从小出身就比较好，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，能够给他们创造很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，学业运比较好，而且多才多艺，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。这种人大多目标感非常强，做事也比较努力，再加上家中对他们的帮助，所以很少会遇到太多的麻烦和阻力，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，便可以实现让别人羡慕的成就。7、脚底有竖纹。如果一个人的脚底纹路是竖纹的，则说明这个人拥有好的脚相，而这种脚相是老天庇护的娇儿，即使他的原始家庭可能给不了他们什么，但是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打拼，也会过上让人羡慕的生活。如果脚底纹路是横纹的话，则说明这个人活得比较辛苦，所以脚底有竖纹的人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朋友，都能被称为是富贵之人。8、脚面青筋突出。大多数人喜欢美丽，注意保养，享受幸福的人，基本上有一双紧绷白皙的脚，摸起来很滑。然而有些人无法避免青筋凸起的现象，
具有这一特点的生来就很努力，喜欢担心休闲。面对利益，他们喜欢斤斤计较，有很强的竞争力。他们经常把自己搞垮，每天努力工作。9. 脚趾2、3同长。2个脚趾长的人天生富有，注定要享受荣耀和财富。如果3个脚趾和2个脚趾一样长，你需要一辈子四处奔波，很难有空闲时间。他们非常认真和负责任，不会放过每一个细节，但只会给自己带来疲劳。亲戚和朋友也会主动向他们寻求帮助，并被琐事所困扰。即使你有钱，你也没有时间享受幸福。10. 脚平薄。脚又平又薄的人没什么好处，然而他们温柔顺从，有一种鸟的感觉，所以总是有强烈的讨运气，得到异性的爱。但好的讨运气占少数，大多数是烂桃花。因此我们必须在婚姻中保持谨慎的态度，否则我们会让自己后悔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11. 脚下有旋纹。旋纹指的是脚心纹路呈现漩涡形或水波形，有旋转的趋势。假如脚心有旋纹，其人在名利场上往往容易取得较大的成就，如从事演艺等面向公众的工作事业。财富依靠名气而稳步上升，是求名求利的富贵之人。假如脚底下有纹，如同大树或是花草状，也属于积财无数的人。假如脚下的纹如同剪刀状，形成人字者，这类的朋友贵压千官，并且福禄寿长。1. 足底平如板。在相学中，脚掌部位称为明堂，以凹如弓形为佳，最忌平薄。如果一个人的脚掌部位长得平薄如板的话，这种脚也称为平板脚。这种脚相的人一般喜欢盲目乐观，凡事都喜欢往最好的方面去想，属于比较喜欢幻想的一类人，最终结果往往大相径庭，容易失望。而且做事不够踏实，喜欢抱着侥幸心理，在事业方面容易失败，财运也不是很好，一生较为贫困拮据。2. 足下无纹。从面相学的角度来分析，脚掌如果长有光滑无纹路的话，这种脚相是非常不好的。长有这种脚相的人大多智慧平平，考虑问题比较简单，属于那种说走就走，说干就干的性格，非常自我和任性，也不喜欢受到约束，处事非常自我和任性，经常容易招惹是非，在外面的名声不是很好，也很难有取得不错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声誉，对个人发展非常不利，财运自然也不会太好。3. 脚趾尖薄。在相学中，脚趾长得较为圆长为宜，代表好的前程和财路。如果一个人的脚趾头长得较为尖薄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性不定，缺乏耐心和坚持，意志力比较薄弱，预示着一生漂浮不定，容易远离家乡，挣钱非常辛苦，工作变动比较大，很难有什么积蓄。若是脚趾甲的颜色灰淡的话，则一生辛劳，奔波不停，虽然忙碌，但却贫困。4. 足大而薄。足大而薄指的是脚掌长得比较薄，脚型宽大。这种脚相的人一般性格非常急躁，脾气不是很好，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耐心，做事喜欢应付，总是抱着一种马马虎虎差不多的心态，所以经常容易出错，进取心比较差，为人贪图安逸享乐，也没有什么投资理财的观念和能力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没有规划，几乎没有什么存款，很难获得较多的财富和较好的名望。5. 足上毛多粗硬。如果一个人的脚上毛长得比较多，且看上去较为粗硬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固执，说话比较直，脾气火爆，做事容易冲动，而且特别喜欢与人争斗。一旦发起火来，做事不顾后果，身边的小人非常多，经常容易得罪人，容易被人陷害，对其事业和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，容易经历失败和坎坷，导致破财招灾。平时为人处事方面还是需多谨慎一些，脾气也要收敛一下为好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。脚是人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人们依靠双脚去丈量世界的广袤，
走遍世界上的壮阔山河，所以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家都知道有手相、面相、志相等传统相术，其实在传统相术中还有一套相脚的说法，就是通过分析足的形状、特征来判断预测人的命运运势。那么怎么通过5个脚趾的长短看命运呢？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，5个脚趾长短看命运。第一，大脚趾最长，大脚趾的长度比其他4根脚趾长，大脚趾到小指依次变短，这种脚型是很普通的。因为大脚趾最长最大，在行走时能够帮助脚掌承受人体的重量，平衡重心，运动时更符合力学规律。有这种脚型的人大多稳重踏实，脚踏实地。有这种脚型的男性性格会比较稳重，做事有规划，坚毅有耐心，拥有绝佳财运，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去打拼事业，可以积累丰厚的家财，衣食无忧。女性的话，个性温柔踏实，比较具有母性光环，具有人格魅力，通常有良好的人缘。不过在爱情和婚姻方面比较偏于保守，是很温柔贤惠的类型。第二根脚趾最长，二脚趾比大脚趾长的脚型也被现代人们称为希腊脚。有这种说法，这样的脚型出俊男美女。因为有这种脚型的人大多数是四肢修长，脚掌比较纤细，窟窿明显。相学中认为肉主阴，骨主阳，所以骨骼突出的人一般阳气更重，所以有这种脚型的人一般个性要强，命带福禄，多数能够拥有出色的事业和理想的生活。有这种脚型的男性事业心会比较重，不喜欢安逸，而是偏好从事有挑战性的工作，具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，在职场中一般是比较有领导力的人，会有很不错的事业成就。女性的话也是个性鲜明要强，聪明灵活精明，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，也可以说比较独立，特立独行，有个性，通常有很好的异性缘，在事业上有不输于男性的韧性和能力，往往能够依靠自己闯出精彩的人生，财运不俗。第三根脚趾最长，5指之中第3根脚趾最长的脚相十分罕见，拥有这种脚相的人也注定是拥有不平凡的运势。有这种脚相的人天生性格要强，不甘于平凡的生活，往往敢于做吃螃蟹的第一人，能够先人一步占据财富先机，富有谋略和勇气，在财富往往能够得到丰硕的成果。若是从商，一般能够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富甲一方；若是为官，也能够仕途顺利，左右逢源，官运亨通，取得不凡的成就。第4，五指均匀。5个脚趾长度均匀的脚型又被现代人称为罗马脚，其个人的运势是5指脚掌的长短而定。脚趾较长的男性会比较敦厚务实，财运比较顺利，在事业上属于脚踏实地的类型，喜欢过安稳的生活。女性的话，个性乐观大方，人缘很好，但一些事情上思想比较传统。脚趾较短则个性比较保守，男性还是很能够踏实能干的，但是缺乏野心，一生的财路富贵要靠努力维持。有这种脚趾的女性性格比较保守，大多能够勤俭持家，在择偶上注重内在品行，是传统的贤妻良母。第2，有福气的几种脚相。第1，大脚趾大且有肉。脚趾若是大只有肉，代表该人在房地产方面较富有，拥有较多的物业。第2，脚底多悬纹。脚底多悬纹的人大多善于交际，有很好的口才和社交能力，能够结识到不同行业的朋友，人脉很广，在事业上能够帮助自己拓宽财路。如果是从事影视业、服务业或新闻媒体行业，往往能够被大众所知，财富也能够随着社会名声一起上升，可以说是名利双收。第3，脚底有志。民间有脚踏1星，能拥千兵；脚踏7星，掌管天下兵，天生帝王命的说法。
意思就是脚底有7颗痣的人是天生的富贵之相，但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。但是脚底有痣的人运势也是相当不错的，有很好的财富运，敢于开疆扩土，敢拼敢闯。如果痣在脚心且痣相明显有光泽的话，财运会更旺。第4，脚型深凹，脚面宽大，这种脚相是天生的富贵之相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一生的财运财富非常旺盛，往往能够非富即贵，生活富足，一生安逸享受。有这种脚相的人一般待人宽厚，面慈心善，有很好的贵人缘，遇到困难也能够得到亲朋好友的帮扶，常有好运临身。第5，脚掌厚实有肉，脚掌厚实有肉的脚相在相术上被称为贵人脚，一般有这种脚相的为女性偏多。这种脚相的人是生来的享受命，非常有福气，所在的家庭就算不是大富大贵，也能够生活富足，不必为生计劳心奔波，财运顺利稳定，生活能够安乐知足。对于先天命运不好的人，可以摆放一对阳符土气的玻璃摆件，来提升财运，化解不利状况，化解破财等负面影响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分享，再见。